Cherry， 门口有人送花给你，我帮你拿过来。那么今天创意部的美女们，人人手上都有花。因为今天正好有人送花来啊。美丽的东西是要与人资源共享的。就这样消费我的感情了？怎么不能消费啊？能，当然能。上花天女嘛。你喜欢吗？花不够，明天再多送点吧。我送你吧。觉得怎么样？没什么感觉。你是对车没什么感觉，还是对人没什么感觉啊？哎，你那个电驴子还用吗？有时候上班的时候还会用一下吧。笑笑，你叫我什么？笑笑。这么说，我应该叫你圆圆了。这也太惊悚了吧！两个嘴巴笑。我很想你，我想你回到我身边。我已经洗手不干了，等我找到上帝之手，你最后的疑虑都可以消失了。停车！停车！我到了。好，停。马嘉丽，我一会儿会剪的，得像我妈一样。你这一会儿，那基本上是永远。偶尔来一次人，我还是会剪的。不过啊，我不会让他们进我的房间的。这我倒相信。有人加你？什么呀？你开心网上有人加你啊？你又用我的账号玩？玩一会儿也不会死。你看这人头像多怪呀，是一只鞋子。他还把你喂的狗，送你的种子，还送你的玫瑰花，挺大方的啊。这谁呀？罗森路小巷。卢森路在哪儿啊？不知道啊，是不是认错人了？对，等一下这个架子呢，记得要放高一点哈，好吧？好的。那没事，那你就先继续吧。好的。哎，这个放这儿就行。流程部处理。怎么是你呀？闲着狼牙闹事不够多，跑这儿来闹啊？他们都是我请来的。你请来的？我们得好好合作。我是这个项目的承包商。你们谁来给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不知道，我刚一来就被他叫住了，说是这个项目的承包商。多多指教。美女说最近盯我盯得很紧，你们两口子最好不要给我添麻烦，最起码让我们这些朋友来消消气，好吗？谁跟他两口子呀？知道了，尤大总监，项目策划书我就读了不少100遍了，全部都刻在心里了。奥克桑是欧洲最老的小镇之一，
有风帆之都的美称，三面环海，气候宜人，是历届国际帆船比赛的举办地。蓝海公关特别邀请了国际知名摄影师铃木峰，为了这次发布会拍了一组城市风情的照片，而这照片呢，也会在发布会上展示，并最终拍卖，而拍卖所得呢，全部都会捐给国际自然保护组织。非常好。这次奥克桑在中国是第一次做推广，所以公司非常重视。你们俩私底下怎么样，我不管，但是工作，我希望都可以严肃对待。走了，拜拜。你话怎么那么多？成心捣乱是吗？小姐，我在做生意。这个项目，蓝海公关本来是交给另外一家公司的，可是这个公司后来觉得呢，蓝海的预算太轻，根本赚不了钱，所以在后来转交给我。事实就是这样，你信我们合作，你不信我们也得合作。怎么样，小助理？为了我们的合作，晚上请你吃饭。想得美！周总出问题了，快过来看看吧。我说拆就拆，弟兄们，上，把所有东西全部给我扔出去！想拆没门儿，我看谁敢动手！谁敢动？啊！小子，不要那么嚣张！老子从小到大就不知道什么叫怕死。兄弟们，拆！给我住手！看谁敢动！谁敢动？啊！谁敢动？上！住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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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住手！怎么了？你问他，一进来就要拆我们的活动现场。秦总，为什么不让我们布置现场呢？周总，不是我为难你们，总部给我也下达了命令，请你们的人立即停工，马上走人。凭什么让我们停工走人啊？秦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你们总部会让我们停止活动呢？我们都签了合约的。是的，是签了合同的，可是你们的审批手续并没有下来，就是联合国来了，今年这个活动也必须停止。什么？审批没下来？对呀，周总，看在你和我一直态度很好的份上，我给你个面子，我限你2个小时之内把现场所有的一切给我清理干净，不然的话，你们的保证金我们是分文不退的。走。什么素质？行了，大家干活去吧，没事了啊，去吧。发布会再有2天就要举行了，邀请函也发出去了，现在怎么办啊？我会想办法的。行吗？放心吧，我和黄凯先去处理，你留在这儿，待会一批椅子送过来，你帮忙签收一下。先走了啊。喂，助理，我在现场呢。现场情况怎么样？这边很顺利，一切都没问题。玉稳在苏宁，他那边撑不住了，你过去帮一下忙。这恐怕不行，我要在这儿签收发布会用的椅子，如果没有按时间，你只需要过去点20分钟，然后再回来签收让放弃，就这样办吧。喂。你怎么才来啊？事情已经解决完了，我累了，要回去睡了，走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轻一点啊，赶紧的把那搬过去。黄凯，哎，笑笑，审批的怎么样了？我跟卓妍跟金总的老板已经说好了，只要天黑之前能搞掉审批的话就没有问题。这该死的金总！哎，你去哪儿了？跑得满头大汗呢。青山路。青山路，来回跑得40分钟吧。我用了20分钟。哦，
那我知道了，你一定走的是罗森路。罗森路。黄凯，嗯，我有事先回趟公司，你要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哦，好，慢点啊。你就是上帝之手。朱莉，客户希望能早几天看到布局完成的现场。这怎么可能？你不说进度很顺利吗？现在只不过提前2天而已，赶一下的话，肯定能够完成的。怎么，进度不顺利吗？没有，一切都很顺利。石少爷，这一次真的很感谢你的帮忙，帮我搞定了那个审批。我保证明天一定会完工的。拜拜。怎么样了？搞定了！你傻我？太好了，明天可以顺利过关了。真是无所不能的卓大爷。你不就是那个清洁工吗？你好，我是这个项目的承包商，很高兴能和朗雅合作。你今天晚上必须见我，是因为这个事情。范，这个事情非同小可，你只要仔细想一下就会知道，原之前在朗雅做清洁工，根本就是为了窃取我们的商业机密。而当时 Cherry 是执行创意总监，他们2个关系很不一般，我只要看他们眼神就知道了。所以我想很有可能是 Cherry 把机密泄露给袁。Cherry 是不会做这种事情。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知人知面不知心”。你是在质疑我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这可能性是存在的。Juliet， 在我的印象中，你是最出色的杀手。我希望这个印象永远不会变。朱丽叶把我从你的项目中调走了，而且以后不准我再跟进项目，只能坐在办公室里填表格、接电话了。雷女士终于露出真面目了。我听说她去给弗兰克告状，但是弗兰克没有搭理她。难怪这一次对笑笑大开杀戒呢，原来是恼羞成怒了。不过少爷啊，你消息这么灵通，人又长得这么帅，想必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吧？你又想干什么？小秘密。我答应你。小姐，你有没有提前预定啊？不好意思，今天我没有预定，但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有没有空的位置啊？真不好意思，今天没有空位，您可以耐心的在等候区休息一下。您喝点什么吗？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吧。好的。小姐，里面有位先生，他愿意把旁边的位置留给您，您看，您愿意吗？看一下吧。好。朱总你好，你是客户部经理时间，你就传奇时间呢？请坐。你好，幸亏有你在，不然这里没有预定，也不知道等多久。其实我也没有定位。其实，有的时候结识一个领班比定位更实用。我也有付小费啊。这种关系不如一位酒友可靠。我碰巧
那位领班喜欢喝白酒，我又碰巧能从我父亲的酒窖里面偷出一些高级的白酒给他。原来是这样，来，让你喝一杯。今天谢谢你，我先走了。再见。夏也厉害啊，连朱丽叶今天晚上会来这儿都知道。很简单，送一些小礼物给前台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今天我和朱丽叶聊得非常的开心，从你的表情上就看得出来。快说说，怎么样了？我可不想一辈子在流程部接电话做表格。朱丽叶答应得非常爽快，她说你可以继续在这个项目里面干下去，不过不可以再犯同样的错误。另外，你和卓源在今后的项目里面，2个人只能留下1个。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因为你们2个人的关系很特殊。特殊吗？小饶，对不起，失陪一下。你别老跟时间过不去，他也是好心帮我。好心，谁知道呢？看看，我说吧，好心都去当卧底了。别在这儿说风凉话了，有点眼色。走吧，我送你回家。好吧，谁让我也是好心人呢？对吧，吕总？小柔，走了。谢谢你帮忙，石少爷。怎么样？忙了一天，我带你去兜兜风吧。谢谢，我要回家了。送你回家？不用，我喜欢一个人。我知道上帝之手的下落。上帝之手在哪儿？我们可以在见到他之前先聊些别的，比如你可以问问我是怎么搞定发布会审批的。这个问题咱们先存着。我现在只想知道上帝之手到底在哪儿。两嘴巴笑，我们和好吧？啊？是不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上帝之手的下落？你会不要每次都提到上帝之手呢？啊？我们除了他之外没有别的话题能聊了吗？刚才你又骗了我。是我又骗了你。我每一次骗你都是因为那该死的上帝之手。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让他控制我们的生活呢？我都跟你说过，我一定会帮你把他找出来的嘛。我就讨厌你这样自以为是的态度。你想出卖谁就出卖谁，想怎么样就要怎么样。如果我不同意，就搞得我跟罪人一样对不起你。你有没有想过我愿不愿意跟你和好呢？有。那为什么不愿意和好呢？假如有人一次又一次的欺骗你，那就甩了他。哇哦！哎，这什么意思啊你？喂！
谁的？当然是你的了。我的？是一个叫袁的琅琊前员工送给你的。Cherry， 这是卓大爷叫人送进来的。谢谢。咖啡，来，别客气。哎呀，看了一天奇迹表演，看得我眼睛酸了。平均每2小时一次的密集轰炸。你说这事儿谁干的呢？这不是上帝之手啊！那他可真是个慷慨的老头。老头？你凭什么说人家是老头？嗨，四位，人付账的感觉应该挺爽的吧？啊！欢迎真人版的圣诞老人闪亮登场。是圣诞帅哥，谢谢。改成电影票大放送了啊！只管吃穿住，也没太庸俗、太腐败了吧？我还是得关心一下你们的一些精神建设啊。可是只有2张，也不够啊。我怎么会忘了孝敬你们3位仙女呢？啊！你们3个就像是卫星一样，整天绕着它转。我想哈雷彗星撞地球都没机会了。电影呢，确实是头一部，但是不同场，还真是想尽了办法，想把我们这些卫星给支开啊！拿着，还给他。糖衣炮弹是腐蚀不了我们80后的。杨怎么笑？你成为大明星了，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号经纪人替你发言了？没辙啊，这年头骗太多。想不想听一个初入琅琊公关的小姑娘怎么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的故事啊？啊！我投降。干嘛？我一定要站他左边说话。Sorry 啊。小姑奶奶，我都投降了，你心底仁厚，就给我这战俘一个宽大的处理吧。你就站在那树上说也没用。走了。哎，那看在你好朋友这2个手指头的份上，啊？看在他们的份上，好，那我就不依票口节制了。对嘛，他们多独裁啊！民主集中制，大家投票选择。他们投票，哪叫民主啊？那还不让我一票否决来痛快呢？我的民主集中制就在这儿，答不答应随便你，把票放车上，正面答应，反面不答应。哎，我投第1票，我做一个正确的示范啊！票朝上，就代表看，记得学我一样啊，票朝上。OK。心里一定在想，用什么方法也改变不了恶毒的马嘉祺拆散你跟吕笑笑，对吗？恭喜你答对了。他们太过分了。但是我和他们一样。喂，等一下，要不然扔硬币再决定一次，好不好？扔硬币再决定。老总监，嗨，美女们，有名真有帅哥，快来啊！小杨，快来啊！来了。哎，他们已经抛弃咱们了，咱俩走吧。笑笑，电影快开场啦！帅哥，请你看电影啊！谢了。再见了，圣诞老人！拜拜。
电驴子用习惯了吧？车就这么随便一扔啊？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圣诞老人福利大派送呢。奇怪，这个世界上我最不希望见到的人，都热衷于拿圣诞老人比来比去。圣诞老人可不好当啊，送吃送喝又送花，还送车带自驾游，别人倒给他一鼻子灰，幸灾乐祸。我可没工夫跟你们瞎闹。卓源，你看看你自己，你现在还是当年那个为了理想念着宣誓词、热情澎湃的要加入我们联盟的少年吗？那我也请你看看你自己，可以吗？啊，你跟我们一直痛恨的人有什么区别？一样的不择手段，你让一个无辜的少女，甚至让她犯罪，还让她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没错。吕笑笑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这就是我今天来找你的目的。你们想干什么？你们要对我怎么样都无所谓，但别想动吕笑笑一根头发。把吕笑笑置于险境的是你，而不是我们，卓源。你刚才在扮演苦口婆心的唐真，差点对我唱起 Only You， 那现在呢？啊，改演一个挑拨离间的大戏啊！王主编，你还想编什么故事来吓唬我？你为了你那伟大的、纯粹的爱情，你把什么都说了。吕笑笑现在已经向 Frank 坦白了，她的身份已经暴露。暴露了又怎么样呢？只要你们不要装神弄鬼，我敢担保，她会和 Frank 相安无事的。但是合纵联盟不会放过她的。哈哈。哇，这边有一个上帝之手，你那立马又变个合纵联盟，那接下来是什么呢？扯谈公社，荒唐工会之类的来凑热闹吗？合纵联盟和上帝之手是死对头，他的目的是要实现经济的垄断，所以一直在追查上帝之手。我告诉你，合纵联盟就隐藏在琅琊公关里。你觉得笑笑危险吗？故事编得可真好听啊！好不好听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的结局，就掌握在你手里。不爽别冲着我来啊！我就冲你，怎么了？我还不爽呢！哎，别讲什么合纵联盟了。看你纯属瞎扯淡。之前啊，有个什么上帝之手，弄得我们脑子就大了。现在又来个合纵联盟，我看纯属瞎扯淡。这样下来，干脆我俩出家当和尚算了。烦。说2个字成吗？特烦。那3个字呢？你好烦。哎呀，可惜我的面包了。现在只有喂鱼了。我不是有气没地方出，我只是担心他。我就不相信有什么合纵联盟，要是真有的话，怎么不得露出点蛛丝马迹啊？你说是不是？啊？哦，你这面包有毒！你的鱼都死了！我的
Mary 和 Lily。不会是合纵联盟显灵了吧？啊！我突然想起来了。 如果不是巧合，那么这一切出自合纵联盟的操控。但是，我总觉得这合纵联盟还真不是想杀人见血，只想吓唬吓唬我们而已。我觉得不是吓唬，是一种警告。警告什么？我也不知道，就觉得他会对笑笑不利。 Cheryl 的项目一直由你跟进，新的项目过半了，你需要根据 B 级公关公司完成的情况为他们打分。打分原则就是公正，明白吗？相信我，虽然我恨不得主任立刻消失到美克星球，但他们的工作效率和质量，我心里还是有数的。公司惯例，一般只给 B 级公关公司及格分，因为琅琊是要根据这个打分为他们付酬金。 为了节约，就算他们做的再优秀，我们都得挑毛病。甲方嘛，想挑毛病还不容易。这次活动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Ken，你可以放心，我们和林沐风一直都有很好的合作。琅琊的专业性和创意，我一直是非常认可，只是我有些担心活动现场。 King， 要不然我们陪你去现场看一看。今天恐怕不行了，明天9点派车到酒店接我吧。好的。我还有事，我先走了。拜拜。拜拜。要不我们先去现场看一下，不要明天有什么错漏的。你认为呢 ，Sharon？ OK， 决定就好。 其实你是不想去的，是在装吧？不用藏了，我照琅琊的规矩，直接给我打个低分就行了。这你用不着管。我也没兴趣管这分数，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我没兴趣知道。有人要害你。谢谢。我长这么大就你害过我。我是说真的，你有危险。遇到你是我最大的危险。上帝之手，他有一个死对头。我再也不想听到这4个字。警告啊！下次我再听到这4个恶心的字，我直接往你脸上泼。 我现在终于觉得我错了，王主编说的对，我根本不该把底牌翻给你。你现在是裸奔在猎人的枪口底下，还一无所知。对，你就恨不得这么骗我一辈子。Sharon， 这是你的项目，如果现场布置中出现这样的状况，我开始对你的工作进度表示怀疑。我相信他们的争执都是为了工作，请放心，我们一定会按时完成。 吕笑笑，你觉得这样合适吗？刘小柔，你决定吧，这里有他没我。创意部选择 B 级公关公司，貌似还轮不到一个流程部助理来指手画脚。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
如果拒绝跟你们合作呢？好啊，按照合同，你需要付出10倍的赔偿金，要么你也可以选择投诉我们的流程助理。承包商和流程助理为了工作争执到这种程度，回去给我一个书面的解释。还有，既然合作已经开始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但我不希望这影响到工作。装第2次了。出什么事儿了？大老远让我来接你。情绪不好，自己开车怕出事。我还是第一次听尤大小姐说需要别人的帮助。哎，于校长呢？你没欺负他吧？蔡队，我捎你回家吧。我一直以为你是21世纪的花无缺花公子，没想到你还是一摇滚青年呀。每个人都有过往，人就是由无数过往拼凑起来的矛盾方程式，无解啊。可如果你的过往是受人摆布，而且还是最亲近的人呢？决裂。决裂很难，开始装着若无其事，送来的礼物照收不误，然后是歇斯底里，每一个字会让你丧失理智，瞬间抓狂。可还是决裂不了呢？那是因为还有感情。你怎么这么清楚我的事儿？你也是？难道我们有共同的过往？怎么了？这车可能听了我们太多的秘密，吓得熄火了。我们的秘密。既然我们那么像，我以后就叫你影子吧。这话听起来好像游戏里面的召唤兽。干嘛呀？让我来猜一猜，这有一个落跑的250，还有一个仕途英雄救美，但是座驾不争气的失败骑士。还是让我来拯救你吧，走，上我车。再见一下。召唤兽追灭。李小妖，你没事吧？我知道今天你不是有意的。虽然是有一点过分，但是我们还是决定原谅你。谁让你们原谅了？我压根就没错。对我来说，工作和私人感情我向来都分得很开。哎，喂，你们自己走吧，恕不同行了。令人不能自拔的，除了牙齿，还有爱情。他怎么了？工作上没有什么问题吧？怎么这样失态？走吧。给 B 级公关公司打低分，一直以来都是南亚创业部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就不必劳烦朱总监
亲自来这跟我解释了。没错，10年来还没有任何一家 B 级公司能够在琅琊拿就优秀。可是你做到了，吕笑笑给了你们一个优秀的评分。那是因为他没经验，别想我去投诉他。我认可流程部助理吕笑笑的评分，认为你们是一家优秀的 B 级公司，还决定和你们继续合作2个新的项目。哪有那么好的事啊？我可不是鸡，少给我拜年。那你也可以认为是圣诞老人送给你的礼物啊。不接受，看你那个笑，我就知道你没安什么好心眼。我能坐上执行创意总监这位置，不是靠运气，是靠业绩。选择你，也是看中你在琅琊做了1年的卧底，你对琅琊最熟悉。谢谢你的光临，这边请。这个发型很适合你哦。是吗？对啊。世家子弟会喜欢优雅的女人。你的意思是说，你不仅有拿下他的妙计，还有赶走吕笑笑的办法。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吕笑笑还能留在琅琊，说明他的来头真的不小。现在不赶走他，以后就更难了。而且，他们的关系好像真的不错。对啊，所以我投鼠忌器，让你赶走他。你怎么在这里啊？我找珊儿有点急事，给她打电话也没接，所以就在这里等她。珊儿跟我请假去看牙医了，你有急事找她？那我把那里地址给你吧。没带笔。我也没带。谢谢。对不起，大夫，急事儿。你哪来啊？别动。客户一早就打电话来，新的项目已经启动了。你的策划稿什么时候交上去啊？我把这人交给苏雨了。交给谁了？苏雨。就是他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我也没听他提起过啊。你是不是想故意脱稿啊？哟，能拿装头砸人的手机，果然名不虚传啊！我收藏了。医生，我有急事，你让我拿一下。叫你别动，你非动。你看稿子多狼狈，马上就给你拿出来。你自己去问朱丽，我都叫他1个礼拜了，现在客户都还没收到，不是他搞鬼是谁呀？交了1个星期了，那可能这里面有误会。朱丽叶不是那种人。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相信朱丽叶。医生，把我的嘴堵起来，我不想跟这种雷人说话。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哪里？是我打扰你的雅兴。没有，我也是连续熬了好几个晚上，今天才来这里放松一下的。话说熬夜对女人皮肤不好，
在你的身上一点都没看出来啊。找我有什么事啊？哦，是这样，尤小柔。是我没交代清楚，沙尔是把策划案交到我手里，但他提交的一个大片创意是火灾现场。哦，客户方的总经理夫人，我就知道你会清楚。总经理的夫人就是在一场火灾中去世的。我本来想叫尤总监提交一份新的创意给我，但我看他这阵子身体不是很舒服，也就自己熬了几个晚上，今天早上才刚把创意赶出来的。我传真给了客户，约他们在这里见面，要不一起谈？Julie，你也太辛苦了。其实女孩子家不用那么拼命的。帮你倒茶。他完全是胡说八道。我的策划案里面就写了一个火字，跟火灾现场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可是朱丽叶又会买单又会垫的做了份策划案，对她自己有什么好处啊？你们别看我，这件事儿啊，我还没想清楚呢。关键这不是朱丽叶的一贯风格，她以前只要错一个字，都会让你自己去改的。说真的，我觉得你们误会朱丽叶了。不管怎么说，她也为小柔赶制了一份新的策划案，这可是事实。我不稀罕他改。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你能不能把个人感情和工作分开谈？我跟他有什么个人感情啊？我记住她长得比我漂亮是吗？开什么国际玩笑？我们在场都是美女。美女也分可爱的和不可爱的两种。她可爱，这是我活到现在听到最好笑的一个笑话了。我完全不觉得连一个笑容都会虚伪的人是有多可爱，每次笑都只露4颗牙。人人都在装，你我也在装。你今天不是装了第2次了吗？哎，你怎么？没错没错，人人都在装，但是呢，要看你怎么装。比如说，这有一道门，你装好了、装圆了呢，就迈到门里边去，成为传说中的性情中人。比如说我。还有一种人呢，没装好，从这个门呢跨进去的时候，正好卡在那儿了，简称卡门小姐。比如说朱丽叶。来，服务员加点冰。我现在知道朱丽叶想做什么。喂，我知道上帝之手的下落。神经病！太漂亮了。哎，你好。你好。很高兴的见到你。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执行创意总监了。哦，我听说了，有什么关系呢？我交的是你这个朋友，又不是你的职位。好，那重新认识一下。啊，我是琅琊公关流程部助理小菜鸟李笑笑。我是大叔级摄影师林沐风。
这一次是在艾克桑拍的吗？是啊，我还有一艘模型呢，限量版的，全球就只有3艘。真的？我好想看呀！哎，我有带来，就在那边，我带你去看。好好。你知道吗？6年前的夏天，我跟这艘船啊，一起经历过一场狂风暴雨。是啊。发布会之后，这艘船就不属于我的了。为什么？我把它捐给了自然保护协会，在发布会那天，他们会把这艘船拿来义卖筹款。真的？我开始崇拜你了。我把它留着，只会对我一个人有意义。我把它捐出去的话，会对更多人有意义。待会儿我们还是按照这个图去把那些灯笼给架起来好了 ，OK， 对吧？哎，卓源，好，谢谢啊，辛苦了。好，我们过去弄吧，来，过来。你是不是去过很多地方啊？还行吧，职业需要嘛。那你最喜欢哪儿？意大利，因为我最喜欢吃披萨。我知道有家餐厅啊，它的口味非常正宗，就仿佛让我想起那时候在佛罗伦萨岁月，太棒，太难忘。你说的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那晚上我请你去吃吧。哎，笑笑，你有口福哦。好，周老板请客，当然去了。晚上见。哎，如果你们决定吃的话，马上就要定位了。嗨。空吧我。嗨。哇，嗨。那家意大利餐厅订不到位置，所以日本料理也不错。是啊，日本料理也很好吃，都可以。哦，对了，谢谢你的晚餐，送给你。哦，法国的红酒，这顿饭你亏大了呀。哎，客气了，没有，拉朋友聚一聚吃吃饭嘛，开心就好，是吗？来，坐吧，坐吧。来，走走。沐风，来看看你喜欢吃点什么？哦，这卓源是常客，让卓源来点好了。来，卓源，你点。好，一份综合寿司，烤银鳕鱼，羊排，鲜贝。哎，服务员，那个菜里面瓦萨比少放一点好吧？谢谢。好的。哎，等一下，不会吧？男人都吃瓦萨比的。服务员，麻烦每一道菜都加瓦萨比。知道了。多加一点，越多越好。好吃吗？卓源，那瓦萨比这么辣，别吃那么多了。瓦萨比他要的，越多越好吃。越多越好吃，太好吃了！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瓦萨比。都知道。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哎，你不是要请客吗？这吃的正开心呢，怎么走了？我打扰你们了。哎，卓源，来，我送你，我送你。
小心点。啊，我送你，我送你。哎呀，你们自己浪漫吧。哎，卓源。嗨。啊，嗨。这么巧。啊，我跟潇潇一起来吃饭，你一个人啊？哦，我不是一个人。要不我请你。哦，我。如果你们有事的话，就先聊着。这个我来处理，我先走了。怎么？不赏脸啊？没有，美女奉命，我哪敢不从啊？那我们坐那边。哦，好。吃什么？我随便，你点吧。那跟刚才一样好了。先生，你胃口真好。奉命陪美女吧。卓源刚才怎么了？哦，他说要吃瓦萨比，就叫了很多瓦萨比，吃了以后他可能自己受不了，呛到了。刘小饶，很巧啊，我来给你介绍，这是我表妹。你好。这是我朋友。你好，你好，我认识林沐风，大名鼎鼎的摄影师。过奖。你好，你好，幸会。要不我们一起吃吧？哦，不用了。我跟我朋友还有很多话要说。那好，那你们慢用。慢用，慢用，没事。这么巧遇到你朋友。哎，你觉得我很装吗？不会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可爱、很踏实的女孩子。我觉得也是。潇潇，潇潇，什么事儿？怎么了？你没事吧？潇潇，没事吧？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我送你去医院吧。不，就算我今天死在这里都没有关系，我只希望给我一点点时间，让我把话说完，可以吗？好好好，你说，你快说呀！那如果纵魂联盟要害你怎么办呢？狼来了的故事，想必你也听过吧？我压根就不会再相信你对我说的任何一个字。就算有合纵联盟，他对我的伤害也会比你对我的伤害小。想说，要是我一个人留着它，只会对我一个人有意义。我把它捐出去的话，会对更多人更有意义，是不是？为什么那个臭清洁工不能像林沐风这样呢？啊！
意的，我看你在发呆，所以我。但你干嘛呢？为了这破东西，你愿自己受伤？不愿意，你管得着啊？行，你愿意，你愿意。离发布会还有一段时间呢，现在就把这东西放在这儿，太危险了。我还是给林明峰送过去吧。别动啊！那天我跟你说的话，什么话呀？哦，你要再给我提那个4个4，别怪我跟你急啊。为了这破船舶，差点连命都豁出去了，是值得吗？嘿，这可是林木峰的宝贝儿，这船舶可珍贵了呢，全球都只有3艘。而且最关键的是，他陪林木峰度过暴风骤雨。我挺欣赏林木峰的，这么珍贵的东西他都要捐献出来，真挺难得的。出发！这张照片，等到整个河床干了以后才拍到的。那看起来都像裂缝一样的。你觉得像什么？像巧克力。你就想吃的。因为我2个嘴巴嘛。你太厉害了，把蛇和牛头放在一起，刚刚好爬到那儿去。好漂亮呀！太神奇了。杨水要笑，走啊！啊，我想再玩一会儿。啊，随便你。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卓源，你怎么又回来了？今天晚上有一个50年一遇的狮子座流星雨，我们打算把它拍下来。哎呀，你早
早不来晚不来，非等到流星落下来的时候来，害得我都没许成愿。希望还有几颗残留的小星星吧。你看星星根本不接我电话。左大爷，我手机落你车上，你不是不知道吧？你们两个慢慢聊，我先回房。我有急事找你，跟我走。你说有急事就有急事啊？吕笑笑，你别太过分了，走不走？我数到3了，1、2。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后悔的要死，但我左大爷马上就走了，已经没有挽回的机会了。左大爷，你是说我会后悔拿不回我的手机吗？傻不傻啊你？我虽然傻，但是我知道2件事儿。第一，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每次都站在左边，因为左边耳朵比较容易接受人的请求。答对了，100分。那第二呢？第二，我也知道你其实真正想跟我说的是什么。好啊，你累了，我也累了，不如放手。